因此这招飞象呢，造成了这个布局移形。那么有移形呢，必然红方会有这个攻击的手段。红方呢，最好最有效的攻招呢，就是接走炮8平9。这招棋可以说非常的针锋相对很明显，下步棋准备炮9进4打兵打出去，来利用黑方这个飞边象的弱点造成的这个比较尴尬的这个局面这个特点呢，将来呢再运转。那走到这里呢，黑方呢最主要呢有2种下法，一种就是车4进2，还有一种我们待会儿再介绍马2进3。那车4进2呢，非常明显，他想保住这个卒，但是红方呢抢出了这个车9平8这个车。现在黑方只好用拐角马来暂时呢掩护自己的2路炮。这个时候呢，红方呢可以呢采取炮平6直接这个攻马的这个招法。当然除此以外呢，红方呢还可以走马3进4将来有这个车2平6这个逼对等等的手段。当然炮5平6也是一种十分可行的这个下法，容易操作的这个走法。现在红方要打马这个得子黑方呢必须要进行逃炮。如果出车的话红方将来呢就可以把这个马打掉以后8路车呢再逼近，这儿把黑方这个车炮呢牵制住，将来还有这个扫卒的这个手段。那么黑方逃炮以后红方就是采取了这个亲削的这个策略，通过这个打马迫使黑车后撤。这样呢，红方呢就争到了这个炮9进4的这个绝对的先手。进炮打卒叫打黑车，黑方只好这个平车。走到这里呢，红方呢有一招非常有趣味的这个招法，就是呢先走炮9平7，先打一下黑方的车，看黑方这个车呢怎么处置如果黑方车回去了，这个车白走了，肯定效率太低。那么黑方大多数情况下会炮3平4捉炮。这个时候呢，在黑方这个3路炮呢把它呢逼走以后呢，自己的7路线呢减少压力了，红方呢再走炮7平3，再打兵叫将打对方的象。那么黑方呢也只好被迫呢补一手象。这样红方就是也连手象，把自己的阵型呢连好。这样呢这个局面发到这里呢，大家就可以清晰的看到黑方这个阵型太松散了2个象这个双飞燕都是远离了这个中心而且自己的这2个车呢也不通头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呢，红方呢已然净多出2个兵了。将来红方可以说这局面是非常好下的非常明显的。好，现在再让我们把棋盘拿回来，看看黑方第2种下法，就是黑方不走车4进2黑方走马2进3的变化，就是红方一平边炮以后，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黑方走车4进2的变化，现在给大家介绍黑方走马2进3的变化。马2进3呢，确实呢又比车4进2呢显得顽强一些，这样呢可以对红方呢略微有一点考验。红方假若采取车9平8的攻法呢，黑方呢可以走车1平2。这样红方在左车压近，黑方呢可以呢尽力呢抗争马3进4。下步呢就藏着这个卒3进1捉车，在这个过兵的这个手段，红车呢被迫呢要后撤。这个时候呢，黑方呢赶快走车2进1，把这个自己的子力呢连好了。这个棋呢可以说呢是一个双方这个互缠的
这个局面，一时呢也难说啊，谁到底占优，谁到底处于被动。看起来黑方这个子力啊被红方吊住了，不好动。但是下一步棋啊，黑方有一个妙手，就是将来有这个强行马四进三。如果将来红方车8平7的话，黑方可以抛2平3，啊，来这个打车。所以由此一招呢，红方呢也是比较难以啊这个控制这个局面。所以红方在这样的局面下走车9平8呢，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红方呢最好的选择呢，仍然是要发挥这个鞭炮的这个作用，走炮9进4打兵。这招棋呢一打出去以后呢，可以说呢继续贯彻了这个最早平鞭炮的这个意图。黑方也只好把车出来。如果推象的话呢，红方就可以这直接走炮9平3了。下步棋又可以车2平7，可以说占尽了这个便宜。黑方走车1平2以后呢，红方走炮9平8，再打一下车啊，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也可以说不可缺少的这个过门。利用黑方这个自己子力拥塞的这个棋形呢，把黑车再逼到这个比较黑暗的地方去。这个时候红方呢再走炮8平3，啊，这个时候当然说红方呢也有车2平7的选择，但是呢不如呢走炮8平3呢更加容易掌握，啊，因为你走这个车2平7以后将来黑方还有车4进2这个与你这个互缠的这个局面，所以红方炮8平3最好。一打兵，黑方呢这个象呢非常无奈，只好飞起来。这个时候呢，红方如果现在仍然走车9平8的话呢，现在仍然不是最好的时机。原来的棋谱呢，大多数这个理论家们呢也推荐大家走这招棋。实际上呢，这招棋呢并不是这个最好的攻招。由于黑方有这个炮进2，红方这个车没有好的落点。比如说红方车退一步，那么黑方呢有这个车4进4，这样尽管说红方的多兵形势呢比较有利，但是呢毕竟黑方呢也有这个反扑的机会。比如说将来这个宋3卒这个就是对红方一种现实的这个威胁。所以当局面进行到这里的时候，红方最好的下法呢是走车2平4这招棋呢只有在仔细的分析局面以后呢才能走出来，可以说是一招停车问路以静制动的好棋。无形当中就破坏了黑方这个炮进2。如果你打我这个车呢一进车视角击双，黑方这个棋顷刻之间就崩溃了。所以黑方呢来不及打了。由于他自己的阵型呢松散，假如黑方补一手士，那么这个时候红方恰好呢就可以争到这个车9平8了。黑方即便是有进车捉马的这个反扑呢，对红方也没有太大的伤害。红方可以升一个车保一下，下步棋一支士就把对方这个车呢可以再逼退，再逼走。现在呢，黑方如果采取这个炮进2的招法呢，那么由于红方这个车呢已然提前这个转移了这个通路这条路呢多走了一步棋以后呢，最主要迫使黑方这个士支起来了。红方有这个车4进3的手段大家可以看到，这黑方这支士以后呢，把自己的这个车路给阻断了。下步棋红方盯着这个车4平3这是一招非常这个凶狠的招法。黑方如果走车4进4，红方也可以补一手棋象三棋补一手，但这招车4平3作为黑方来讲呢，却不好防守了因为将来平车以后，将来还有炮3平2这个下底炮总之呢，红方的这个攻击手段是非常的多的。可以说下到这儿呢，红方不仅多兵，而且占势，黑方这个阵型呢过于松散，也是不好这个应付。那么这盘棋呢，最主要呢
黑方呢在布局阶段呢，这个象3吉飞边象呢，造成了这个移形，从而呢，使自己的阵型呢出现了这个潜在的隐性的这个弱点。那么红方炮8平9之后用这个左炮出击一打兵以后一打车这儿又有一打，最后再打黑方这个7路卒，好像是这个一石三鸟恰好就是一箭三雕，这个可以说运用的非常灵活，可以说攻击的这个手段呢也非常的这个实惠红方呢可以说几种变化呢都是占尽了这个优势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